我怎么没见过这个牌子啊？这不会是山寨？老妹儿，哎呀，有品位，老有品位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真正懂它的人出现。懂谁啊？万能王手机即将成为未来手机的领军者，性能炸裂，快到飞起来，续航能力更是逆天。你平时只需要充电2个小时，就可以狂开1礼拜，并且这个手机防摔，还防水，是不是不信？他们防水吧？这都不算上，看好了啊！哎，见过这么硬的手机吗？我就想问问你们，见过这么硬的手机吗？一部手机，10项全能，万能王手机，值得信赖，选它就是最对的。老板，我不用砸核桃什么的，能打电话发短信就行。主要是这价格合适，我想给我哥哥也买一部。老妹儿，你今天要买，我给你优惠。确定啊，万能王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手机预算内可以买2台，你也别等到过年后了，咱们有福同享。啊，这，你不会是山寨的吧？这是万能王，嗯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手机不仅性能强，而且质量好。贵的手机卖的都是品牌价值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就一点儿也不。能退吗？退了干嘛？退了，就可以买一个更贵的呀，你更喜欢的。而且过年我也可能要有个新手机，我现在没有那么需要手机。可这是我精心挑选的颜色，金色代表秋天，蓝色代表夏天。既然哥哥不喜欢的话，那我退了就是了。哎，好，我喜欢，哎，这就是万能王是吧？我听说过这个手机。哎，这能砸核桃？我拿你的砸吧。好结实啊！你好，江同学，猜猜我是谁？喂，林之夏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我啊？你不让我猜吗？我猜的。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存一下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可是第一个跟你说的。告诉你件神奇的事儿，今天我选号码的时候看到一组号码，里面有个号码的尾号竟然是你的生日，哎，神奇吧？可惜没有我的生日。啊，那是有点可惜，但是已经很幸运了，是吧？这个号码还特别好记。还行吧，其他人的号码我也都记得。所以手机的通讯录功能对你来说多余了呗？林之夏，你给我存的名字是什么？江一白啊。
那好朋友之间啊，一般会起一个外号，就是只有2个人才会知道的那个名字。那我得好好想想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得通知其他朋友。啊，那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想研究我，是因为我是普通人了，对啊。我觉得我的好胜心有一半都是被你培养出来的。知错就改，我现在跟你道歉。江雨白不是普通人类，是伟大的天才。金百惠，嗨，你真来了，欢迎来到天文社，随便参观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哦，我在调试这个穹顶，我想看一下之前拍的流星雨的录像。流星雨？对，要一起看吗？好啊。这次的流星雨是在前天晚上10点半左右，先是出现了月偏食，然后就是流星雨的极大值。你先坐。哦。最后就组成了带10月初加流星雨的罕见现象。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穹顶是模拟器，所以如果是在现场看的话更震撼。流星雨呢？稍等一下。哦。我看到了。流星怎么不动了？你不是在许愿吗？我帮你暂停一下。这书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啊，这个书是金百惠前2天过来还的。这书是他爸撕的。为什么？他上次月考没考好，他爸觉得他心思没在学习上，所以你送这书呢，就是故意影响他。他怎么没考好了？他还是年级前几啊！而且他学习一直很认真的。在他家长眼里，其实在很多人眼里，只要没考到第1，就是人生的失败。撕书只是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。第1有这么重要吗？
之前江玉白也一直想打败我拿第一，可成绩不是一切啊。成绩不是一切这种话，得考过第一的人才有资格说。哎，总之你就别管了，你也别跟金百惠说了，他也觉得挺抱歉。距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，大家注意答题时间。考得还不错。对呀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。哎，大意了，大意！我这理综应该拿满分，不知道哪儿犄角旮旯给我扣2分。老沈，要不是我大意，追不上我。那你下次最好认真点儿，毕竟同样的借口，可不好用第2次。对了，我听说吃淀粉肠好像对脑子不太好。可得了吧！哎，林之夏居然不是第一，不应该啊！难道是最近的事情太多了，让他分心了？但也不至于第5名啊。我跟林之夏只差4名，这太鼓舞人心了。哼，哎，老汤呢？哎，大秤砣汤婷婷啊，一直很稳定，那就又掉了几名。走吧，走。恭喜，考得不错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观察你啊，我也准备给你写一本人类观察日记。那你都观察到什么了？我观察到，林之夏同学在努力成为高情商的路上走了一点小弯路。他为了让身边的朋友提升排名，故意在考试中控分放水，可因为自己拙劣的手段露出了马脚。我以为这样是帮了金百惠，但我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会生气。林之夏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这一次你通过控分让我的排名超过了你，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。我想金百惠也一样。上一次月考，金百惠没有考好。也许这个月他都在疯狂的努力。每当他学不下去的时候，他都在想，也许我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超过你了，他就会有动力。但他并没有把你当成敌人，而是把你当成对手。这是一种欣赏、认可和尊重。就像一场球赛，
每当两边的王牌球员对阵时，观众都会起立欢呼，因为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场全力以赴的对决。无论输赢，大家也会交换球衣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时刻。就好比你为了一场比赛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，可对方突然弃权了，你还会觉得开心吗？这是根据高一的学习内容，能在书店里买到的最新的数学模拟试卷。辛百惠，我想邀请你午休的时候再跟我比一场。我保证，这一次我会认真的。那你吃饭快一点，不然凑不够考试时间。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，当初是怀着怎样的心态，故意做错了2道选择题。似乎只是单纯的觉得金百惠压力太大了。重考一次，他输给了我，却比赢得第1名更让他心安，也让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尊重不是谦让，而是全力以赴的交锋。庆幸的是，我这次小小的自作聪明，让金百惠终于放下了心结。从此以后，他最大的对手不再是我，而是过去的自己。